小何，13岁那年，哥哥永远留在了西江的荒漠中，将我托付给机械厂的傅南胜。7年后，一场意外，傅南胜被迫娶了我。傅南胜厌恶我，将全部薪水都资助了落难的白月光。我寄人篱下，从不多言，直到最后一次，他瞒着我，卖掉了我哥的遗物，连夜去省城安抚白月光。我终于决定离开。小何，不久后，便搭乘西去的火车，前往哥哥生前输给的西江勘探队，那里有我哥生前的爱人，我想去见见他。唐河同志，组织上已经批准你加入支援西江医疗建设的队伍，半个月后出发。不过你和傅南生同志的离婚协议还得等他回来签字。傅南胜同志正处于提干的关键时刻，我希望你能够心平气和地解除你们的婚姻关系。傅南胜求之不得的，成婚7年，我从未能走近他。这个混账东西！唐河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你现在想把林昭昭母女接到大院来住，你考虑我唐河的感受吗？啊！南胜哥重情重义，他只不过是可怜我母亲重病，孤儿寡母的没人照顾，才想要接我们来住，他有什么错？林昭昭，傅南胜已经结婚了，你整日里缠着他，不想想丢纸吗？那还不是怪您太迂腐，非逼着他娶不爱的女人。如今早已是新时代，倡导自由恋爱，您就是打死傅南胜，他也不会喜欢那个无知的女人。昭昭，别说了。好敢说，原来傅南胜喜欢的是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。这个混账东西，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！南胜哥，林队长，散开！我不让。好，你今天不让，我连你一起打，打死你！小何，那根藤条好像抽在我的心上，真疼啊！你来自火山之热与不寒。唐河同志，你是医学院的高材生，应该清楚西江环境恶劣，还有半个月的时间，请你考虑清楚。无需考虑，我知道环境恶劣。我哥哥唐风长眠在黄沙下面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。至于爱人，结婚7年，我进你的卧室屈指可数，没想到你把侦察兵用来警戒的手段来防备我。至于爱人，我也不算拥有。唐河，装什么啊？难道不是你跟我爸说我要把昭昭接到家里边住？软弱无能，唯唯诺诺，什么事儿都只会找我爸。小妹，以后要听话一些，别人不是哥哥，你不乖，没有人有用照顾你的。哥是4年的乖乖听话，换来的只有一句软弱无能，唯唯诺诺。从今天开始，那个软弱无能的唐河就彻底从这个世上消失了。傅南胜，最烦你这种面团性子，哭哭啼啼，每次做错事都只会装柔弱扮可怜。傅南胜，我们把婚离了吧。什么？我找秦组长打了离婚报告，只要你签字，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。唐河，你想毁我前程是不是？现在是我上升的敏感时期，你在这个时候给我提离婚，你是想让组织上觉得我解决不好个人问题是吗？你高看我了，我没你想的那么龌龊。
我跟你提离婚，是因为我受够了你和林昭昭的不清不楚。是我小看你了，19岁就不择手段的爬上我的车。你打我！二组的组长估计就是傅南胜了，真是年轻有为呀！哎，我们副厂长可是厂里的老工人，那培养出来的傅南胜当然厉害了。唐河，他来机械厂干什么？霍师兄，你找谁？我不是敌特分子，我叫唐河，借住在副厂长家，是来找傅南胜的。哦，他现在应该在食堂，我带你去。啊。撞了人也不道歉，还以为他是谁呀？算了，我不想跟他计较。霍师兄，你不是早就已经接到省城的调令，去研发新设备的工作了吗？过几天就走。哎，你和傅南胜最近怎么样？少了一份离婚报告，林昭昭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？霍师兄，林昭昭拿走了我一份很重要的报告，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今天领导来视察，林昭昭参加汇演，这怎么着也得2小时之后了。那我先去找傅南胜，霍师兄回见。哦，好。傅南胜到底去哪儿了呢？娶妻娶贤，在晋升这种关键时候，把离婚报告贴在厂区里，哎，简直是离谱得很。傅南胜这个组长的机会啊，他是没有了。个人问题，组织里是很看重的。为什么我的离婚报告会贴在布告栏上？怎么那边闹哄哄的？小秦，过去瞧瞧。哦，领导，我去看看。傅南胜，你太不像话了！去，都散了吧，回去上班。傅南胜，你给我滚过来！组长，什么事儿？你自己看。唐河，你还敢来厂区闹？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南胜，你晋升的事情，我会向组织申请，重新慎重考虑。你自己这点小事尚且捋不清、捋不顺，怎么管理好生产大计啊？怎么能建设祖国、发光发热啊？哼！组长，傅南胜看得老实本分，没想到是这种人。你说别怪人家唐医生，兔子急了那还得咬人呢。林昭昭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果然不是什么好人。嫂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一定要毁了南胜哥吗？林昭昭，这话该我问你吧。嫂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仔细想了想，这份报告只能是你顺走的，你把它贴出来什么意思？唯恐天下不知我和傅南胜要离婚了，你好名正言顺的上位吗？南胜哥，按理来说这是你的家事，我不好插嘴。但是嫂子咄咄逼人，信口雌黄，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我没脸见人了。唐河，给林董事道歉。有什么事儿，我们回家说。傅南胜，我忍了你们7年，如今我还有2周便要前往西疆。
我绝不再忍。我为什么要道歉？你说什么？林昭昭拿走我的报告，把它贴在墙上，现在还来栽赃我，我凭什么道歉？我凭什么道歉？你胡说八道！你撒泼不讲理！昭昭，本想着顺顺利利把婚离了，他现在的样子，十有八九不会好好谈。你怀疑林昭昭顺走你的离婚报告，那你怎么不怀疑霍里啊？他不是也帮你剪？放开我！你还装模作样？你这么着急离婚，不就是看霍里马上要调往省城，你们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吗？7年来，你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，大多时间都是在厂区里和林昭昭来往密切，你还把所有的津贴都给了他。现在你空口无凭，怀疑我跟霍里，怎么被我说中了吗？你倒也不至于恼羞成怒啊！30年前，唐河的父亲身为指战员，在战场上为我这个新兵挡了子弹。如果当年牺牲的是我，你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。你是不是忘了唐家的恩情？没有，你没有。7年前，唐风用荣誉和生命为你争取留在机场的名额，让大病初愈的你免赴去西疆。你扪心自问，你的所作所为，对得起唐风，对得起你唐伯父的在天之灵吗？啊！这么多年，每次傅南生惹我生气，公公就罚傅南生跪给我看。我知道公公是想用这种方式让我好受，可人的心不在，再罚也回不来啊。哥，我的脚疾又犯了，好冷啊！来了，暖水袋来了。小何呀，这以后你也要找一个愿意为你暖脚的爱人。其实，傅南生也不是一开始就讨厌我的。前7年是我自作多情，我以为傅南生是有点喜欢我的。小何，别伤心了，以后啊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哥，我好想你。婚后这7年，他和林昭昭在一起的时间，远超我1000倍、10000倍。爸，好。小何，你放心，今天非让他跪倒给你认错服软为止。爸，我昨天去厂区找傅南生提离婚，不是闹，不是赌气，是认真的。小何，你的心思爸清楚，是那个臭小子对不住你。你放心，只要我还活着，他就必须好好照顾你一辈子。但是我不想跟傅南生过了，在这方面，我跟他思想一致，都不想跟不爱的人凑合一辈子。小何，
是爸对不住你们兄妹，心里有愧。爸，这10多年，谢谢您的照顾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着您了。组织上召集最后一批前往西疆的建设队伍，我申请了医疗建设，11天后出发。胡闹！小何啊，你没去过西疆，不了解那里的环境恶劣，咱不要拿自己置气哈。你放心，我非要打到富南山，给你跪地求饶为止。爸，那是祖国的西大门，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我们去建设。与其纠结于儿女情长，不如将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更伟大的事业当中。再说了，那也是我哥的埋骨地，我想，就算我哥泉下有知，他也不会反对的。小何，我小看你了。当年唐风跟我说，他妹妹最不安分。时隔14年，我第一次见他妹妹。仰望坠落的晚霞，我从小就没有父亲，是你让我感受到了父爱。谁知道风的方向？我走以后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小何，只要你不怨爸爸就好。如果当年不是我安排你住个混小的房间，爸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过几天我还要回老家办手续。事情说开了，就别让傅南生跪着了，以免他旧病复发。混小子，这么好的媳妇，怎么就不知道珍惜？爸让你不用跪了，免得你旧病复发。我不需要你来可怜。唐河，亏你还是个医生，5年前对我见死不救，现在又害得昭昭妈妈重病住院，无情可依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没有见死不救，也没有让爸开除林昭昭。唐河同志，有你的信。谢谢。是霍里的信吗？才让他这么开心。唐风同志，见字如晤。你勘测发现的油田已经建设了3座大型钻井，人们欢呼着，期盼着祖国越来越强盛。也许，我是说也许，汽车可以走进千家万户，我们的舰艇也可以在海上劈波斩浪，无论城市还是乡村，都可以用上电灯。到底是怎样广阔的天地，才能孕育出如此磅礴的气魄和惊人的想象力？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见识一番了。14年前，哥哥去世的时候，慕云雪问我要不要跟他走，我拒绝了。从那以后，每个月都能收到一封他写给哥哥的信。每次信来，就好像哥哥还活着一样。方慕云同志，请允许我冒昧地喊你一声嫂子。我申请了医疗建设队伍，我想来看看你。另外，哥哥留下了一条项链，听说是你们的订婚信物，我会一并带去。太好了，支援队5天之后就会到达。小何啊，多吃点啊，到了那边环境更加艰苦，
如果待不下去，就给我写信，我豁出这张老脸，要把你接回来。没吃饭的话，就先坐过来吃饭。最后一批支援西江的队伍马上出发，你给上面打个报告，争取过去。我不去，这是你将功补过的机会，你要不去，就永远失去晋升的机会。你们开除赵昭，导致他妈妈重病在医院，我是在替你们弥补过错。混账东西！唐河才是你的妻子，让你去西江是为了你好。我对傅南生已经没有任何感情了，即使他去了西江，我们之间也没有可能。爸，他不愿意去就算了，你别气伤身体啊。不想去西江也可以，这有2张电影票，明天下了班哪儿都不许去，陪小何看场电影，尽一尽丈夫的责任和义务啊！昭昭的妈妈现在在医院，我明天就过去照顾她，没时间。你明天敢失约，就甭想进这个家门半步！我要没你这个儿子！爸，好，票给唐河，明天剧院门口见。我吃饱了。爸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小何啊，他知道那个混小子心里是有你的，爸求你，再给那个混小子一次机会啊！听说这个电影特别好看，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票了，看运气吧。哎，小何，你也来排队买票啊？啊，我有票，我在等傅南胜一起进去呢。啊？小何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林昭昭妈妈转院去省城了，傅南胜陪着去的。对啊，傅南胜现在在省城，根本没时间赶回来。你是不是记错日子了？对呀。这票你们拿着吧。啊？小何，电影不是刚开场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爸，傅南胜带着林昭昭去了省城，我把票给医院的同事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那混小子的钱都让我没收了。最多半个月，我会给你收回来的。傅南胜，这是我哥哥的遗物，是一个坚守在西江的可怜女人，苦等了14年的订婚信物，你怎么可以拿着它去讨好林昭昭？这个逆子，我一辈子光明磊落，怎么就摊上偷功臣遗物的混账儿子？小儿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上报组织，通知省城的同志，傅南胜抓捕归案，追回项链。我宁愿让他一辈子坐牢，也不能放任他一错再错。爸，事已至此，我不想再跟傅南胜有任何瓜葛。无论他在离婚报告上签字与否，5天后我都会前往西江。你点清楚了吗？够不够500块？放心吧，妈。当年冒领唐河救人的事情，傅南胜对我深信不疑，有求必应。不过你装病一定要装得像，我还指望从他身上多捞几个钱呢。赵清泉正在考试的紧要关头，我们能不能跟着他去大城市，就看这一次了。你骗傅南胜也要小心些，毕竟你和赵清泉才是合法夫妻。那到时候就说
你的病在省城也治不好呗。傅南胜那个傻子，无论我说什么，他都会相信，根本比不上清泉，饭店有能力有才干。南胜哥哥，你都听到了。你都已经结婚了，为什么要骗我？原来你都知道了。是，我是结婚了，可是自从我嫁过去之后，他整日酗酒，家暴我，欺凌我，恰逢我妈妈生病，我才有机会逃出。可是他嗜赌成性，扬言如果我不给他赔偿，他就要告我骗婚。我实在没有办法才骗你。我知道骗南胜哥哥是我的不对，我不敢奢求你的原谅。我只怪我自己命不好，来世再报南胜哥哥的恩情。只要傅南胜不知道我冒领唐河救他的功劳，我就不信他会弃我于不顾。老赵，先给你妈妈看病要紧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嗯。小何，我早上已经和省城的同志打过招呼，一旦发现了混账东西，你该把我绑回来。爸，我不想看见他，我只想拿回我哥哥的遗物。先吃饭吧，待会儿您还要上班呢。肯定是那混账东西回来了，我打死他！这小子什么身份？竟然还带着保镖！你找谁？副厂长，我是厂里研究员霍利，正要去省城研究院履职，恰好有人送我2张电影票，想到南胜和唐河都喜欢看电影。小何，你也喜欢看电影吗？您不知道吗？唐风哥支援西江前，还特意带着唐河去电影院看了当时最受欢迎的电影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哥哥，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来看电影啊？只要小妹好好学习，哥哥一定带你来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小何，你来傅家14年，我都不知道你喜欢什么。傅南胜那个混小子，身为你的爱人，也竟然毫不知情。我就得给省城打电话，让他给我滚回来。爸。谢谢霍师兄。此去西江，珍重。你怎么知道？南胜哥，干嘛？南胜哥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我记得你以前最喜欢看电影了。小何，别人给了我爸2张电影票，要不要一起去看？走吧，去看电影。小何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我想我哥了。唐河向来都不喜欢看电影，算了，还是和林昭昭去看吧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电影。
哎，傅南生同志，你家里来了很多通电话，好像有什么急事找你。嗯，好。逆子，你终于肯接电话了！我告诉你，你马上给我滚回来，否则有你后悔的。爸，你永远只会让我给唐河道歉，给唐河认错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爸，你永远只会让我给唐河道歉，给唐河认错。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是唐河他先对不起我，是他先和霍里不清不楚的。南胜哥，我一定是喝多了，小何怎么会在我床上？爸，做错事那晚，您打没我半条命我都认，但是唐河是我的天边月，我玷污了他，但我心里也是真的爱他。爸，你知不知道，唐河答应我求婚的那一次，我有多开心？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和唐河发生关系那晚，他跑到厂区，抱着霍里哭了半夜。后来我不顾对威试探，唐河就暴露本性。唐河，你有完没完？我和林昭昭清清白白，你要是接受不了，就离婚。你以为我喜欢你吗？你以为我真的稀罕嫁给你吗？爸，这就是你的好儿媳，她只不过是寄人篱下，听你的话才嫁给我，所以我偏要让她难受，我偏要故意接近林昭昭，就是让她唐河难受。傅南上，你愚蠢啊，愚蠢！傅南生骗得了所有人，骗得了自己吗？你在我家门口干什么？找我爸？你是唐风哥的妹妹唐河？我不是坏人，我叫傅南胜，你哥哥的后事组织上会安排的。以后傅家就是你的家。小何，别伤心了，以后啊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哥，我好想你。唐娥同志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可以对你负责。傅南胜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南胜哥，你怎么了？病人胃部的阴影还不确定是什么，家属一定要高度重视。主治医生呢？病历单和检查报告呢？
主治医生在休假，病历单和检查报告都在他那里。所以你一次次过来，就只为说这些废话？你知不知道我的时间有多宝贵啊？这之前县医院的医生给伯母检查过，为什么病情会突然恶化到这种地步？南生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不成我会拿我妈的身体开玩笑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妈，年轻时丈夫就死了，只有一个女儿昭昭还嫁得不好，妈也不想治，但就怕你一个人在世上孤苦伶仃，没有依靠。妈，你这说什么呢？女儿就算是砸锅卖铁，也一定会给您治病的。昭昭，伯母，你的医药费我已经付过了，这厂里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过去了，回头再来看你们。南生哥，这可怎么办？他这一走，恐怕以后就很难骗到他钱了。看来是得让他尝点甜头了。我为什么总是心神不宁？难道忘了厂里的规划了？同志，问一下，今天多少号了？25号，还有事吗？谢谢。小何收拾行李干什么？难道他要搬离这里啊？南生哥，我和我妈只能指望你了。放开！我不，南生哥，等你和唐河离婚，你娶我吧。我丢了工作，还要给我妈治病，我坚持不住了。你疯了吗？大庭广众之下搂搂抱抱，还说这种话，你还有没有点知性？南生哥，你又不爱唐河，当初他苦心积虑还上你的床，你难道就甘心和他过一辈子吗？如果我不爱他，我就不会娶她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如果我不爱他，我爸就是将我打死，我也不会娶她，明白吗？可是这7年前，你明明对他很不好。林昭昭，7年前你救了我，我帮你也帮了7年了，这该还的都还完了。现在我要去挽救我的婚姻了，你以后不许再跟着我。南生哥，小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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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同志，车要开了，来不及了。小何，马上上车！同志，你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以后你再也见不到唐河了。还好，只是个梦，马上就到家了，一切都来得及。来吧，小何，上车吧。小何是多好的姑娘，夫家没有福气，留不住。哎，小何也真是可怜，打小没见过爸爸，唯一的亲人哥哥还死了，所嫁非人。哎，唐河，唐河，你别闹了，我把小姐赎回来了。唐河。唐河，嫂子，有没有看到唐河？啊，你爸送小何去火车站，刚走没多远。嫂子，你家自行车借我用一下。好好。
等你过来了，我去接你，小妹。只有你和哥哥会叫我小妹，可惜我哥负了你。以后的日子要靠我们互相照顾了。前往西江的列车即将开始检票，请各位旅客准备好车票，到检票口进行检票。我拿。小何，你要不再等一下？小何，你要不再等一下？我昨晚给他打了电话，这个点儿他应该快来了。爸，火车快开了，要不再换趟列车？再等一等啊！就算我真的等到了傅南生，无非他是因为病重的林母、落魄的林昭昭，才不管不顾的怒斥我一次。这种话我听了7年，实在不必再听一次了。小何，其实那臭小子心里是有你的。小何，小何，小何，唐河，没事，爸啊，唐河去哪儿了？我知道错了，我要去找他。那里头条件很恶劣，这一去肯定我愿意去。小何。小何，小何！哎，同志，好像有人在叫你。应该不是在叫我。小何，霍师兄。你这是？这些吃的带到车上吃，到西江3、4天了，别饿着肚子。不用了，拿着。哎，到了那边给我拍电报，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，我想办法给你送过去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，霍师兄？哎，我知道你和傅南生还没有离婚。你就当我是你的哥哥。同志，列车即将启动，请及时登车。快上车吧，到了那边第一时间给我拍电报，闲下来别忘了给我写信。那我先走了。小何，哎，同志，车要开了，来不及了。小何，我要上车。同志，去买票，坐下一班了。同志，给我车票，我要坐火车。同志，你要坐去哪里的火车呀？唐河去西江了，他申请支援西江医疗建设。你还敢骗我？唐河怎么可能舍得离开你，独自一个人前往西江？傅南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还在跟我说，谁不知道你们搂搂抱抱不清不楚？傅南生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7年前，我醉酒违背保密条例私自回家那晚，唐河跑到厂区抱着你哭了半夜。怎么，男子汉大丈夫敢做不敢当是吗？小何，怎么了？
我怕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哥，我好想你。美辰，难怪以前我们跟唐风哥学习机械课时，明明无话不谈，自从那天之后，你莫名不跟我来往，似乎处处看我不顺眼。既然你知道并在意这件事，为什么不问清楚？有什么好问的？给你羞辱我的借口吗？要不是你，我怎么可能会冷落唐河7年？他也不可能一个人独自前往西疆。够了，别逼我还手！我之前一直住在唐风哥的办公室，那晚唐河似乎受到惊吓，跑到唐风哥生前的办公室，把我当成了唐风哥。我第一时间通知了副厂长。为了我和唐河的清白，我主动向组织交代了这件事。我才不会信！放开我！原来你与唐河多年不和，就是为了这件事。既然你那么介意，怎么一次都没有问过唐河，反而埋在心里，不断伤害唐河？你真是自以为是。不可能！同志，请问方慕云同志在哪里啊？在那边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方慕云同志，小何。别哭，嫂子，你又何必一个人在这等这么久呢？迷了眼睛，风沙卡，刚来的时候容易不习惯。咱们进去说，走，我给你拿。只有我们相互理解彼此，他失去了挚爱，我失去了唯一的亲人。经过5天的长途跋涉，新一批支援西疆的热血青年平安抵达。按照以往来说，爸一定会让我罚跪，去给唐河认错。可他现在这般平静，这般让人不安。爸，唐河到底去西疆哪儿了？我跟他说了不要闹，这林昭昭那边……签了字，自己去把离婚手续办好，免得拖累小孩的脚步。我也没说要离婚呀。事已至此，你还能改变什么？唐河申请去西疆医疗建设，现在已经到了西疆，组织上也审核通过了他的离婚报告。现在你的想法不重要，这是结论，不是讨论。我可以去找小何。西疆建设是国际，不是你傅南胜想去就去的。5天前，厂里的名单还没有上报，是你自己不想去。当时我就告诉你会后悔，可你呢，就是不听，还犟得很。最后一批支援西疆的队伍马上出发，你跟上面打个报告，争取过去。我不去，这是你将功补过的机会，你要不去，将永远失去。唐河抛弃了我。那天我告诉过你，让你去西疆是为了你好。后来你去了省城，我在电话里就说过，你不回来会后悔的。我身为你的父亲，纵使平时对你严厉，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爸，别说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不是唐河抛弃了你，是你把唐河弄丢了。7年来，2000多个日夜，
你伤了他无数次。为了那个林昭昭，你就把唐河哥哥的衣物拿去典当。你知不知道，那是唐风用来求婚的礼物？为了这个礼物，让一个女同志在西江整整等了14年。我没有典当，我察觉到小何收拾了行李，我以为他要离家出走，恰好林昭昭说他母亲病重，我不相信小何会走，就顺手带走了他，我以为这样就能留住他。蠢不可及呀！老傅，南胜，秦组长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爸爸已经告诉了我前因后果，我托人调查了林昭昭的背景，真是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这林昭昭早在5年之前就已经和一个叫赵清泉的知青结了婚。赵清泉正在考试的紧要关头，我们能不能跟着他去大城市，就看这一次了。你骗傅南胜也要小心些，毕竟你和赵清泉才是合法夫妻。那到时候就说你的病在省城也治不好呗。傅南胜那个傻子，无论我说什么，他都会相信，根本比不上清泉，半点有能力有才干。这林昭昭思想有大问题，又善于周旋弄巧，可不能让这样的人逍遥法外。我已经托人打听他的消息，一旦发现了他的踪迹，算了，毕竟5年前林昭昭救过我一命。 5年前救你一命的人是唐河。什么？5年前救你一命的人是唐河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记得5年前那天我和唐河大吵了一架，他怎么可能会救我？陆南胜，你好好想一想，林昭昭有那么精湛的外伤处理技术吗？你肯定记错了。你出意外的那天，林昭昭因为晕血被送进了医院。 感谢上天，我还活着。南胜哥，你醒了。昭昭，你的脸色怎么了？我需要输血，你把血给了我，才导致脸色这么苍白是吗？对。南胜哥哥，我本来没打算告诉你的，没想到你竟然自己猜出来了。小夫，你醒了。 唐河医生真厉害，当时我们都以为你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不想听到唐河这个名字。纱布脏了，我去换纱布。南胜哥哥，你的伤还没好，要是血管崩裂，我的血就白费了。林昭昭，这嘴里到底有没有一句真话？哎，南胜。 后来呢？你跟傅南胜大吵了一架，就离婚了吗？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那个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他的。那天他在车间意外受伤大出血。医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参考同志，南胜哥在车间被割破了腿，血止不住，你快救他！血块动脉破裂，需要输血后进行缝合。气血库倒血 B 型血，唐医生，咱们 B 型血不够。啥是 B 型血？我是 B 型血。 有我的，可是唐医生，这个手术只有你能做，你不能一边输血一边做手术啊！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快走！走。唐医生，这些血应该够用了，你专心做手术，不要再输血了。手术就剩最后的结尾了，一定不能出任何意外。他是我的爱人，我一定要救活他。那是我做过 最难、最危险的手术，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就想着一定要救活傅南胜。可没想到，换来的是他的冷落。算了，不聊了。我们的小妹受苦了。明天
明天嫂子就带你去看看未来工作的地方，那也是你哥哥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这边就种点粮食、蔬菜什么的。这边是我们的那个军火弹药库。小何，小何，霍师兄，你怎么也来西疆了？生理研究取得重大成果，需要实验场地，所里研究员全部派到驻地调查数据。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。你俩还认识呢？嗯，霍师兄之前跟哥哥学过一段军事知识，在家里住过一段时间。哟，那这不就是缘分吗？我就听说呀，省里派研究员来考察数据，担心研究员同志水土不服，所以组织上就决定派遣一位医生常驻。小何怎么样了？用过药了，但是这晚上太冷了，根本就不出汗。驻地没有暖水袋吗？唐风之前在的时候倒是买过，但是后来我就习惯了这儿的天气，一时忘了小何他怕冷。我去城里买。哎呀，你等等，这夜里200多公里路呢。再说这晚上还有狼。没有什么比小何更重要。小何，你跟那个傅南胜的离婚手续办好了吗？哦，那个我已经签过字了，组织上也已经批准了，现在就等着傅南胜签字。嫂子，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傻妹妹，霍里他喜欢你。什么？哎，不可能！我听哥哥说霍里的家世不一般，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呢？那晚上你高烧不退，霍里为了给你买热水袋，一夜之间往返了200公里路，打空了整整2个弹匣子，一路上知道遇到了多少危险。哥，我的脚疾又犯了，好冷啊！暖水袋来了。小何呀，这以后你也要找一个愿意为你暖脚的爱人。哥哥，什么是爱人啊？哥哥是亲人，所以哥哥对你好。这要是以后你遇到一个甘愿为你付出生命的男人，那么他就是你的爱人。哦，嫂子，霍师兄他可能只是把我当成了妹妹，而且我现在不想谈论儿女情长，我只想将我的余生奉献给这片土地。爸，找我回来干什么？你的晋升任命下来了，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，赶紧滚去赴任。他在我面前烦我。调往省城。唐河向组织解释了一切，言语间满是对你的称赞，欠唐家的恩情永远还不完。你要不去省城也行，那就去南部山区。虽然条件苦了点，但是省了许多闲言碎语。小何的地址，我要去找他。西疆建设是国企，不是你傅南胜想去就去的。5天前，厂里的名单还没有上报，是你自己不想去。当时我就告诉你会后悔。亲爱的小何，见字如晤。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摆在我面前的有2个选择：条件好却要认输议论的是省机械厂，条件恶劣却可以施展抱负的是南部山区基地。但我真切希望可以选择西疆，可以去见你一面，当面对你说一句对不起。
爸，您保重身体。南部山区肯定比西疆的条件好。您等我回来，我到时一定给您争脸。好。儿子，那封信我会尽快寄给小福。爸，原来你什么都知道，只是在默默地替我付出。傅南胜，前来报道。南胜，好小子，上次见你还是和你小子喜酒。哎，对了，你不在家好好守着你的漂亮媳妇，来这深山老林干什么？林叔叔，我离婚了。胡闹！小何那丫头，人长得漂亮，又是个没主见的，一定是你小子又惹事了。没主见的，会不声不响跑到西疆援建医疗吗？林叔叔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已经对不起我爸和小何了。我现在只想报效国家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你爸为什么叫你过来了。这是我们与研究团队进行材料交接的名单。哎，研究团队在西疆，我已经把你名字加上去了。谢真心。别急着谢，让你去西疆不是找媳妇的，任务第一。是。西疆广阔无垠，希望你们有缘重逢啊！霍师兄，小何，你大病初愈，这些吃的留着你补充营养。麦乳精、肉罐头、水果罐头，拿着。霍师兄，这我不能要。哎呦，让你拿就拿。我真不能。哎呦，这不合适。哎呦，拿着。我没事。傅同志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营地的研究员是哪位？我找他做一些工作。霍里同志就是，我这就去喊他。没事，不用打扰他们。也是。前2天，唐医师水土不服，发了高烧。霍里同志连夜到县府去买暖水袋，没想到在路上遇到了狼群。霍里同志打了光了2梭的子弹。这霍里同志看着文质彬彬，其实是个狠人啊。小何，别伤心了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哥，我好想你。好了，在这里也有人照顾你，我就放心了。可为什么偏偏是霍里？我呀还有工作，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。走了。小何，小乐，我找了你很久，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。傅南生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现在不想跟你有半点纠缠。小何，我们的离婚手续还没办完，我还没有签字啊。傅南生，你无耻！7年的婚姻，2500多个日夜，你有尽过丈夫的一丝一毫责任吗？小何，你听我跟你解释，我知道错了，是林昭昭他一直骗我，他真……傅南生，你别碰我，我现在不想听这些，
我不想看见你。小何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小何，哪来流氓敢欺负我小妹？方队长，误会啊！这位副同志是唐医生的爱人。什么？你就是欺负我小妹的傅南胜！我现在不想跟女同志动手，你最好放开我，否则你很容易受伤。拉倒！哎，好呀，你看起来好像很不服气的样子，是吧？行，咱俩试试，来，咱俩试试，来。哎呀，方队长，副同志是带着任务来的，您下手轻点儿。我管他是谁呢，欺负我小妹就不行。副同志，我们还有工作任务要对接，任务为重，对吧？走。小福儿，他没有打你吧？嫂子，他还没你想的那么不堪呢。他要是敢再来骚扰你的话，我替你教训他。走。报告，进。霍研究员，这位是南方山区来的代表，傅南胜同志。啊，知道了，去忙吧。是。南胜，怎么来西江不提前打招呼啊？我要是之前跟你打招呼，就看不到你和小何嘘寒问暖了。南胜，你之前在火车站口口声声说你和小何是清白的，现在又怎么解释啊？傅南胜，你和唐河已经离婚了，我们之间的事儿似乎和你没有关系。霍里，你果然对小何有想法。我承认，但我必须声明，在你与唐河没有离婚之前，我没有半分愉悦。小何是我的，他一定会回心转意。那要看唐河的想法，我尊重他的意见。现在我们可以谈工作吗？你多吃点儿，看你瘦的。小何，这里。小何，坐这儿。咱们去那边买。行。唐医生，每年的自成医诊十分艰苦，有些牧民聚集激烈，甚至还有反目积极学生，还有一些集体区要穿越大半个沙漠。你确定要申请去自成医诊吗？院长，我既然选择来到这里，就不怕艰苦。好，巾帼不让须眉啊！你有这个酒，我没理由拒绝你。好。最近你又做和南部山区正在对接工作，勘探任务暂时搁置，改为帮助牧民修缮宅基地。你和勘探队一同去吧。谢谢院长，一路顺风。公所，你们院长同意了吗？他让我跟勘探队一起行动。行，一会儿我就去打报告，咱俩一起去。艾斯，霍里，傅南胜同志，麻烦你下次进来时候提前打声招呼。你还在算你这同志？小何走了。我知道，如果不是你骚扰小何，他会着急逃离营地吗？我骚扰小何？你别忘了，小何是我妻子。前妻。这是营地周围所有牧民分布图及每年基层义诊的路线。
傅南胜同志，我希望你时刻牢记自己的任务，坚守自己的岗位，不要意气用事。我明白了，我们抓紧时间对接工作。我担心小何有危险。好，来，日水南江。这个牧民啊，都特别的淳朴。阿扎奇大叔，是我，别担心。王同志，我们还以为是土匪来了呢，原来是你们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嫂子，这位是每年临近冬季的时候，勘察队都会给牧民修缮房屋，干点农活啥的。这个传统啊，还是你哥哥留下来的。我哥的在天之灵看到这一幕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凤儿的妹妹，是，阿扎提大叔，她是唐风的妹妹唐河，她是一名医生，来给村民们医诊的。客气。阿扎提，不好，他脚受伤了。他的伤比较严重，近时间内还是不要活动比较好。他的腿是怎么受伤的？而在山里面被土匪用枪打的。土匪？之前都是听说有土匪流窜，没想到土匪竟然渗透到营地附近来。哎，可以让阿扎提大叔带着村民躲到山里，我们回营地寻找护卫队，开着卡车来剿灭土匪。好，这倒也是一个办法，只不过回营地的路上可能会遇到土匪。方队长，我不怕危险，我申请回营地寻求支援。让我去吧，我也不怕危险。公平起见，咱们还是抽签决定。为什么不是红豆？我去营地找救援。不行，唐医生并不是我们勘探队的成员，不能让他冒这个险。唐医生，我和你换。说好是抽签，就不能反悔。虽然我不是勘探队的一员，但是我是唐风的妹妹，我不怕危险。果然，晚上出发的时候能躲过土匪。小妹，你休息一会儿，咱们连夜赶路，明早就可以抵达营地。小妹，你往这个方向再跑10里路，就可以抵达营地。我掩护你。不行，嫂子，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，这是命令。要是被马匪劫到了，咱俩谁都别想逃。你快走，不然的话，有可能会连累到村民的。嫂子，你坚持住，我一定找人来救你。漂亮啊！这是要献给大当家的，我劝你少有别的心思。你们做梦！我就算是死，也绝对不会屈服的。那可由不得你呀！小何，嫂子，小何，来信了。小何，小何。救命！霍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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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去救嫂子，还有乡亲们！哎，你快去！
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没事了。分队长已经得救了，护卫队正在逐步清理土匪，没事了。霍师兄，你怎么知道我遇到危险了？我知道你不想在基地被人议论，所以申请去基层义诊，故意躲开我和傅南生。但是我又怎么能放心带下你？我做完手头工作，我第一时间就想去找你，幸好及时赶到。霍师兄，谢谢你。肚子饿了吧？你都昏迷3天了，我去给你打饭，等着。霍里，你的运气比我好，我输了。我从没想过和你斗，只是你伤害唐河太深，他在你身边不会开心的。我知道，所以上天让你先找到了他。我要去南部了，看到小何被你照顾得很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这么急？不是还有1个月？南部那边需要我。霍里，我警告你，小何要是再受半点委屈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放心吧，那边环境更加复杂，自然灾害频发，多注意安全。我自己来吧。你现在身子弱，乖，张嘴，来。霍师兄，你的枪法为什么会这么准？你可以教教我吗？你想学吗？嗯，那就乖乖把饭吃完。啊，哎，嘿嘿，多吃点。视线准星，目标3点一线，第一枪一定要瞄准再开。你试试。小何，你也太有天分了，第一次开枪就打这么准。阿峰，你看见了吗？小妹越来越像你。怎么了？见到我侄媳妇了吗？见到了，林叔，他挺好的。对了，这是西江研究团队的文件。另外，返程土星防空基地马上到水域警戒线了。你确认看清楚了？不，发大水了！防空基地通知我们立刻转移，一切组织人员全部撤离。另外，组建工程队，帮助下游的村民抗洪抢险。是。林叔，我申请加入工程队。不闹，工程队要去抗洪第一线。如果你有个3长2短，我怎么向你爸交代？林厂长，在前往西江的人员名单上，我已经得到优待了。现在危机时刻，我不能心安理得的离开。我来南部参军，不是享福的。夫妇无犬子啊！南上，有你在工程队，我就放心了。一定要做好抗洪抢险的工作。是。哎，另外，灾后重建和防疫工作也十分重要啊。是。小何，有什么心事吗？霍里，南部山区发生了特大洪水，全国都在抽调防疫工作人员。小何，这是你做的决定，我都无条件支持你。我不想跟你分开，但万一就差我一个人，就能让更多的人活下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安全回来，我等你。医生，护士，这位同志，这里是医院，请不要大声说话。护士，救救我兄弟，我兄弟受了重伤。唐医生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，你先把病人放屋里，我去喊医生。唐医生，唐医生，怎么了？新来了一个重伤，快走。
医生呢？医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探官同志，南生哥在车前被割破了腿，血止不住，你快救他！血块动脉破裂，需要输血后进行缝合，吸血库调取 B 型血。韩胜，咱们 B 型血不够。啥是 B 型血？我是 B 型血，用我的。可是唐医生，这个手术只有你能做，你不能一边做手术一边……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快走！走。韩医生，这个血应该够用了，你专心做手术，不要再输血了。手术就剩最后的结尾了，一定不能出任何意外。他是我的爱人，我一定要救活他。上次见他救死扶伤的唐河，还是他一边给我献血，一边给我动手术。可惜我听信了林昭昭的谎言，竟然将真正舍命救我的唐河伤得如此之深。副队长，第一个靠不去，快顶住了！走。妈，部里尊重你的追求，你的理想，所以他不会阻挠你来灾区。小何，我现在终于知道何为小爱，何为大爱。哎，南正，你猜我看到了什么？我在支援灾区的一条名单上看到了唐河的名字，这个是你挽回他的大好机会啊！林叔叔，现在抗洪救灾刻不容缓，数十万百姓都无家可归。以前只知道儿女情长的傅南生已经死了，现在的傅南生心系灾情，心系群众，救灾重建工作一日未完成，我绝不离开。3年时光飞逝而过，过得可真快啊！还记得3年前你拉着我的手，给了我一大包吃的。可惜当时我的审批还没有下来，不然就可以和你一起走了。可我们还是在一起了，不是吗？风鸣，你这在哪儿啊？江城饭店，放心，我都找人安排好了。你想好了？你3年没有见到小何了。想好了，不去了。去了也是给他们添堵，更何况我也不想让他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。后悔了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挽救村民的生命和一辈子的积蓄吗？相比那些被洪水冲走的村民，我能活下来已经很不错了。像梦一样迷失，风一样。来，2位新人来看镜头，来3、2、1。天真写了一首诗，我怀着心事，不曾让当然后悔。小何这孩子无依无靠的，如今终于找到了良配，臭小子今天不来是对的，免得见了面尴尬。哎呦，唐河一个2婚的女人，也好意思包下这个江城饭店来举办婚礼？林昭昭，你还敢露面？这不是副厂长吗？哎呦，3年不见啊，老了不少。我劝您呐，还是消消气，也许还能多活几年。你别忘了，3年前骗男生的事儿，你信不信我派人把你抓起来？就骗你？清泉，你看看这个老东西，他竟然敢吓唬我！老同志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，小心祸从口出啊！你就是林昭昭的姘头吧？那个考上大学的小白脸儿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可是即将外派到国外留学的优秀学生代表。优秀学生代表？你不过是个坐享其成者。如果没有劳苦功高的大众埋头苦干，创造了今天的美好生活，你个手无缚鸡的小白脸能出国留学吗？
你个二婚女，你说谁小白脸呢？我们家清泉可是获得了外国语大学的全额奖学金，几年之后就是高等的外国人。原来是条牧羊犬，果然和林昭昭最配。傅南生，你唐河，新婚快乐！即将一别，你怎么搞成这样了？去了南部山区一趟。对了，我还在灾区看到你了，你救死扶伤的样子，真美，和今天一样美。装哭话就不好干了。本来只是想默默的祝福，奈何有只狗叫。骂谁是狗？骂的就是你这条牧羊犬！我的婚礼不欢迎你，给我滚出去！唐河，你办你的婚礼，我们吃我们的饭。这江城饭店不是你家开的吧？怎么还想拦着我们吃饭吗？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。今天是唐河和霍礼的婚礼，你们分明可以到别的地方吃饭，却偏偏来闹事。我们清泉可是大人物，这以后是要吃西餐喝红酒的，能到这江城饭店来吃饭，是这里莫大的福分。依我看，该滚的是你们。我的爱人霍礼早在1个月前就预定了江城饭店，我看该走的是你们吧？先来后到的规矩不懂吗？霍礼，我没听错吧？唐河，我以为你和傅南胜离婚之后啊，能有那么一点出息，没想到你居然找了霍礼，一个只会研究图纸，什么也不会的书呆子。哎呦，原来是个没有背景的书呆子啊！我明确告诉你们，今天我要在江城饭店宴请外国友人，如果你们惹他们不开心，你们就是破坏国际关系。唐河，我劝你乖乖的把这个宴会厅给让出来，免得到时候被赶了出去，这脸上挂不住啊！我倒要看看你们要怎么把我赶出去。林昭昭，你当年欺骗了我，害我伤害了唐河整整7年，如今他好不容易找到幸福，我绝不允许你再来捣乱。傅南胜，你少在这里给我装深情。你不会以为唐河他现在还能看上你吧？我和唐河有缘无分，但是他的幸福我必须来守护。好，我看你怎么守护他。江城饭店管事的人呢？来了。哦，林小姐啊，你别生气啊，你们几个都给我出去！这是我的婚礼，来闹事的是他们，该滚出去的也是他们吧？哼！就凭我们要在这里请外国友人吃饭，一个二婚女，一个残废，这要是影响了外国友人的胃口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几位，今天确实不方便，不如你们商量下，把婚礼改到明天。不过你放心，一切损失我来承担。你确定？你知道我爱人是什么身份吗？唐河，少给我在这装模作样。这霍礼就是一个穷酸研究员，连傅南胜都不如。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这儿，也得给我们几分薄面。唐河同志，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如果你们不肯出去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倒想看看你要怎么不客气。小何放心，有我在，任何人也阻拦不了我们的婚礼。你是霍礼，今天我要在这儿宴请外国友人，你把酒店给我让出，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
南圣说的果然没错，一群淫淫狂吠的牧羊犬罢了。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牧羊犬。你，经理，你今天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，我现在就让外国友人联系他们的国家。一旦发生国家纠纷，你承担不起这个责任。你们几个，给我出去！我看谁敢！来人！你们不要乱来啊！清泉，这些人都是谁啊？怎么凶神恶煞的？别怕，他们可能是外国友人派过来的人。原来是我们的人！哎，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把这些人给我抓起来！霍里，你笑什么笑？你难不成还以为这些人是来保护你的吗？有没有可能，他们就是来保护我的？就凭你一个研究员，就你这水平，在国外一砖头能拍倒一片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这对狗男女给我抓起来！是谁要抓我孙子，宝贝孙媳妇啊？爷爷，你爸妈都来不了，等你和小何都闲下来，回去再办一场。这就是我宝贝孙媳妇啊！远见西江医疗奔赴南部山区灾区医院。巾帼不让须眉啊！爷爷好。好，你也好。以后啊，霍里的小子要是不听话，你就告诉我，我来收拾他。爷爷，我已经长大了。你小子，你撞了大运，成了国士，在我眼里，你还是那个调皮捣蛋的混小子。国士？国士怎么了？我们家清泉可是即将出国的优秀留学生代表。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哪个大学的公派名额？我家 Darling 叫赵清泉，外国语大学。小李啊，去给外国语大学的宋校长打个电话，取消他们学校赵清泉的公派留学名额。是。霍里，你爷爷老年痴呆啊！哎呀，既然你是国士，不如就求求我们家清泉，让他带你去国外，这顺便啊也能治治你爷爷的老年痴呆。哎，你唐河，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，我在教你怎么尊老爱幼。你个二婚女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哈，我知道了。你是生怕在婆家受欺负，想踩着我讨那个老东西欢心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别痴心妄想了，你当我林昭昭好欺负的吗？我就算没有嫁进霍家，也看不惯你对老人出言不逊。我再说一次，给霍爷爷道歉。我要是说不呢，那我就打到你道歉为止。周清泉，这个二婚女要打我，你管不管？这位女士，虽然说昭昭的话有些不妥，但你也没必要动手吧？这要是放在国外，你可是非常不淑女的呀。国外就可以对老人出言不逊吗？国外就可以来搅扰别人的婚礼吗？国外就可以自命甚高，贵人一等吗？好，孙媳妇说得好。清泉，跟他一个二婚女废什么话？等你那位外国友人来了，看他们怎么嚣张。怕是来不了了吧？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个老东西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外国友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谁敢阻拦？多亏赵同志提供的线索，让一个学生去盯着那个所谓的外国友人，结果发现从事间谍活动，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。我呸！你个老东西，胡说八道！什么间谍？你敢污蔑外国友人，小心把你给抓起来！你们要是不信，这饭店里有电话，问问就知道了吧。喂，汤米吗？什么？好，我明白了，我马上回去。清泉，到底怎么了？坏了，出大事了！
老人家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年轻人，国外的月亮不一定是圆的，目光不要太狭隘。是，您教训的是，我不出国了，这辈子就留在国内教书育人。清泉，到底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不出国了？你个老东西，你到底搞什么鬼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！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！闭嘴！Darling，你打我做什么？老人家，你认识我们宋校长？教了半辈子书，总有几个不成器的学生。哎，一晃过得真快，小宋都成宋校长了。您是霍老先生，宋校长的恩师。年轻人还是要学好文化。哎，去给小宋道个歉，他不会开除你的。就算是我说的。您放心，我马上就去。哎，清泉哥哥，你去哪儿？清泉哥哥，你等等我！南生，我会派人盯着他们，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没想到你爷爷有这么大能量，之前怎么没听你提醒？有什么可炫耀的？他只不过是个教书的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牺牲了这么多，我保证你会得到很好的照顾。我现在只有一个请求，我准备去南部山区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，他未来交给你。决定要这样。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没事儿，小插曲过去了，我们结婚吧。新婚快乐！水温怎么样？刚刚好。浩林，你是第一个为我洗脚的人。你如果喜欢，我以后天天给你洗。真的啊？当然是假的，你脚臭死了。胡说，我脚就不臭的，你的臭。谁这么晚打电话？接电话。喂？什么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嫂子不见了什么意思？我嫂不见什么意思？不喝，冷静。他什么意思？ 3天前，我们按照唐队长留下的指示图去寻找沙漠中的矿藏，本来一切很顺利，没想到突然来了一场黑沙暴，都怪我，我本该做好预判。黑沙暴过去后，小火堆的它就消失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嫂子活生生一个人，她怎么可能不见了？冷静，小何，黑沙暴太厉害了，连300斤的马都能直接吹上天。黄队长，都可能。你胡说！我嫂想法出，但是她因为生存能力强，我要去找她。你放开我！那是我嫂子，是我唯一的亲人！你放开我！知道，你放开我！知道，你静，小何。唐医生，我们找了3天，就找到这个。
小妹，很抱歉没能赶上你和霍里的婚宴。说来惭愧，小妹出嫁竟然没有娘家人相送。你哥哥留下来的勘探图只剩下最后的矿藏没有勘探。待我征服这个矿藏，嫂子就去江城定居。说来，我和你哥也是一对冤家。一开始，他认为我无法胜任勘探队。现在，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你哥哥，他留下的勘探图全部被我征服了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？哥，我带嫂子来看你了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把嫂子照顾好，对不起。小何，桑队长他。你们俩少喝点啊！小何，菜够多了，坐下来一起吃吧。还有个菜呢，你们俩先吃着，多吃点啊！别看了，喝吧。啊！吃。你想好了吗？真要去南部山区？当年工程队的很多兄弟们看护，下落不明，我割舍不下他们。你放心，你的事儿我会向组织汇报。来，慢点，我来。你呢？就打算留在江城？唐风哥和慕云姐都葬在这儿，小何还没有走出来，我想陪着他。你倒是痴情。哎，你说，要是3年前我先找到小何，先救下他，你找到勘战队，这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南生，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，就失去了爱的基础。如果换作是我，10年前看到小何抱着你哭，我一定会反思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。何？怎么了？哥，我怕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哥，我好想你。是啊，小何以前是我的天边月，我那个时候总是患得患失。现在想想，只要能看到月光就好，何必执着于留在身边呢？别想那么多了，喝酒吧，来，干！为我们逝去的青春，干！尝尝我新做的菜，新配方，赶紧尝尝，来吃，吃，别地儿尝不着。以前可没这手艺，快吃！韩主任好，今天怎么这么早过来啊？想早点见到你。喂，江城医院，请问你找谁？喂？喂？谁呀？没人说话。副同志，对面挂了。
也好，不打扰。他一定是你很重要的人吧？对不起，是我们设备不完善。你有什么想和他说的，我保证替你转达。小何，见字如晤，依然记得初次见你。你在我家门口干什么？找我爸？你是唐风哥的妹妹唐河？我不是坏人，我叫傅南胜，你哥哥的后事组织上会安排的。以后傅家就是你的家。小何，你依旧是我心中的天边月，愿人长思，月圆时节。傅南生，绝。小何，还在想那通电话吗？我总感觉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别多想了，过段时间咱们请个假，出去走一走。洗完了早点睡。小花，小花，副厂长，爸，怎么了？小何，臭小子的医生。臭小子，你从小就不听话，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就不肯听我一次呢？傅南少，谢谢你。在我失去哥哥那段时间，是你帮我走出了阴影。你没有对不起我。走吧。